嗨，大家好，我是 Ivy，我们又见面了。大家还记得吗？就是我在初六下雪的时候，那时候有到前面去拍雪景的时候，有跟大家提到我们隔几间的房子，就是康明顺快要就是开卖了。结果你知道吗？我们前几天去，就是这个礼拜四，然后去 shop 的时候就发现，它已经卖掉了。它21号推出，26号就已经卖掉，而且是 over asking。让我跟我老公真的很压抑。当然，当初他开104万9千的时候，我老公就预测说他一定会高于底价卖出。结果真的就是那时候我老公也猜，大概应该价位会落在130万左右。你看我老公多神奇啊，他竟然就是让他的预测真的应验了。隔壁就是在130万卖出去，它大概有就是18乘以120尺，20尺长，然后18面宽。那它有3个24卧室，两个洗手间，还有2个车位。接下来我就想要跟大家谈谈有关，就是加拿大多伦多这边，自从就是疫情以来，还有房屋利率上升以来的房屋行情。那等一下我也会带大家去看看，就是我们邻居家的大概他的房子的一个条件，为什么他可以就是 over asking 卖掉。那么当然讲回来，就是从多伦多这边从去年2023年。加拿大这边开始就调高利率，从1%多一直调到5-6%，这个差距是很大的，会造成就是很多人有房贷的压力，还有房价也会有一些变化。当然，就是因为利率上涨，就意味着房贷的成本会增加，所以会使得人们的就是相对他买房的能力就会被减低很多。那再加上大家也会观望吧。那从之前的房价一直上涨，原本我们以为是应该房价会下降吧，但是它是有稍微的减弱，但是趋势还是一直往上的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毕竟移民一直进来嘛，所以整个市场的需求量还是增加的。像近几年进来的移民人口就超过100多万。其实这样的一个数据是非常惊人的。移民人口的增加，相对也造成社会成本的增加，真的是有利有弊。现在让大家看看，在那个多伦多博物馆这边，你看这边就有多少人排队要进到那个就是皇家博物馆。因为今天是免费，所以人很多，我们不进去了。等一下我还是会带大家看，虽然就是今年2024立春完之后，就看到我们家附近有好几栋房子在卖，而且更压抑是刚刚说的那一个，竟然没几天，不到1个礼拜就已经卖掉了，而且是比它开出的价格还多了20几万。我们这里的条件大概就是700公尺以内都有幼儿园、小学、公私立高中，那交通也都是非常的方便，就是有地铁，还有巴士，也有街车，算是就是你自己开车在外面嘛，路边就有停车格，就是你可以停车，当然就是要去办理停车证，那停车的费用其实也是很便宜，当然假如自己有就是车位会更方便。那我说的那一家它就是有2个车位。趋势的话，有车位的房子，它的房价必定会被垫高。但是我在多伦多看过那么多的，就是房子的买卖，就是有整理的房子跟没有整理的房子，它的价差就是可能会差个20-30万，甚至到50万都不一定。所以就是看地气、看房子的当时，应该是说市场的行情吧。好啦，接下来就带大家来看看吧。哇！2月29号，竟然还在下雪，给大家看一看啊！又出太阳，然后又下雪了。
2月里的最后一场雪，还飘嘞飘嘞。我们现在出去买一点东西。我们邻居家房子要卖，看民顺。较高，商户那么高。啊。比较高。后面有 deck，3楼有 deck， 它3楼有一个卧室，后面有那个阳台，可以看后面的 view。然后这个可以停2部车，所以它这个房子条件。对呀、之前2、3天前才说看民顺。看的好像开价105，绝对是超过。开价多少？开价105。但哦。是成交价我预计至少要多20万。是啊。而且这一个，你看它后面有2部车，而且它这个是120长，然后它那边可以开进去。宽度多少？它这边停这边，它那边可以进去2部车。是啊。停车位。宽度多少？120。长度120，宽度应该也有16吧？19，我不是跟你讲吗？19啊，哦，包括这个车道就19。在我们这一边，这一个经纪人他蛮会包装，而且蛮会卖的。现在我们来看看它里面的一个状况。在加拿大这边买房子的话是没有房屋税，但是它会有所谓的地价税。那以这一幅户型来讲，它在网站上公告的一个23年的一个地价税是4704元。当然，在地价税的部分，就我先生的了解，就是土地面积越大，它的地价税就越多。还有就是转手的次数高，随着物价的增值，所以地价税也会变高。你看，它这个地下室是可以分开出入的。我们去虾坡逛逛了，好久没去逛虾坡了。大家有看到吗？现在出太阳，但是还是有一些雪花一直飘下来。哎呀，还是有点冷。今天早上大概4度，但是慢慢温度就会上来了。像我家的绣球花跟郁金香都已经冒出头来了。大家看，这个已经有薄薄的一层雪啦。哇，刚好冷哦，结果现在又好一点了。你看，天空是蓝蓝的，还有一点点的飘雪。树上都没树叶了，还没有发芽。这路旁还在施工呢。马路上很多人出来觅食了。街上看到最多的就是都是做指甲的，它是每天都开哦，10点到晚上的8点。礼拜天的话是12点到下午的6点，而且我每一次经过看人都还不错，蛮多人。好啦，今天的视频就到这啦，谢谢你的收看，我们下回见。